汤姆·索亚历险记，马克·吐温。第30章。星期天早上，天还没亮，哈克就上了山，轻轻地敲了敲那个威尔士人的门。他们一家人都在睡觉，但是他们睡得很轻，因为晚上发生的事情。从一个窗户里传来一个声音：“谁呀？”哈克害怕地说：“请开门，我是哈克·费恩。孩子，不管白天还是晚上，这扇门都为你开着，欢迎你来。”这些话对哈克来说很不平常，他不记得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门很快就开了，他们让哈克坐下。那个老人和他的儿子们很快穿好了衣服。孩子，我希望你没事，也希望你饿了，因为太阳一出来，早饭就好了，而且会很好吃。我和孩子们希望你在这里睡觉。我很害怕。哈克说，我跑了。我一听到枪声就跑了，跑了很远才停下来。我现在来是因为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我想在天亮之前来，因为我不想碰到那些坏人，即使他们死了。好孩子，好孩子，你看上去昨晚没睡好，但是吃完早饭后，你可以睡一会儿。他们没死，孩子，我们很遗憾。你知道，我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因为你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轻轻地走过去，走到离他们很近的地方。路很黑，就在那时，我觉得我要打喷嚏了，真倒霉。我努力忍住，但是没用，我忍不住了。我打喷嚏的时候，那些坏人就动起来了，要离开路。我喊道：“开枪！”然后朝发出声音的地方开枪。我的孩子们也开了枪，但是那些强盗跑得很快，我们追着他们穿过森林。我觉得我们没有打中他们，他们每个人在逃跑的时候都开了一枪，但是子弹从我们身边飞过，没有打中我们。我们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后，就放弃了追赶，然后去叫警察。他们组织了一队人去河边等着，天一亮，警长就会去森林里找。我的儿子们会和他一起去，可惜我们不知道那些坏人的样子，那样会很有帮助。我想你在黑暗中看不到他们的样子，是吗？是的，是的，我在城里见过他们，我跟着他们。太好了，告诉我他们长什么样，告诉我。一个是那个老西班牙人，他来过这里1、2次，另一个是一个很坏的人，衣服很破。够了，孩子，够了。我们知道他们。有一天我们在森林里见过他们，在那个寡妇的房子后面，他们偷偷地走了。孩子们，快去告诉警长，明天再吃早饭。那个威尔士人的儿子们很快就走了。他们走出房间的时候，哈克站起来说：“请不要告诉别人是我说的。”请不要，好吧，如果你不想说，哈克，但是你应该得到感谢。不要说。他的儿子们走后，那个威尔士老人说：“他们不会说的，我也不会说。但是你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哈克没有说太多，只是说他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很多事情，他不想让那个人知道。他知道任何对他不好的事情，因为那个人肯定会杀了他。那个老人再次答应保密，然后问：“你怎么想到要跟着他们？他们看起来很奇怪吗？”哈克沉默了一会儿，想了一个小心的回答，然后他说：“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坏孩子，至少大家都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有时候我会因为想这些事情而睡不着觉。我想走正确的路，昨晚就是这样，我睡不着，所以在街上走来走去，想着这些事情。当我走到那个酒馆旁边的房子时，我靠在墙上想了一会儿，然后那2个人来了，他们拿着一个东西，我想他们是偷来的。其中一个人在抽烟，另一个人向他要火，所以他们停在我面前，香烟的光照亮了他们的脸。我看到个子高的是那个西班牙人，
因为他有白胡子和眼罩。另一个人是一个穿着破衣服的坏人，你能从香烟的光中看到破衣服。哈克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了。然后他们就走了，你就……是的，我跟着他们。我想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他们走得很小心。我跟着他们到了那个寡妇的房子的门前。我躲在黑暗中，听到那个穿破衣服的人为那个寡妇求情。那个西班牙人发誓要割他的脸，就像我对你和你的2个儿子说的那样。什么？那个哑巴说了那些话。哈克又说错了。他努力不让那个老人知道那个西班牙人是谁，但是他的嘴好像故意给他制造麻烦。他想了很多办法想逃脱，但是那个老人一直看着他，他越来越慌张。孩子，那个威尔士人说，不要害怕我，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会保护你的。那个西班牙人不是哑巴，你不小心说出来了，现在你不能改了。你知道那个西班牙人的事情，但是你不想说出来。相信我，告诉我，我不会说出去的。哈克看了一会儿那个老人真诚的眼睛，然后低下头，在他耳边小声说：他不是西班牙人，他是印第安人。瞧，那个威尔士人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他说：你说要割鼻子和耳朵的时候，我以为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因为白人不会用这种方法报仇。但是一个印第安人，那就不同了。他们吃早饭的时候继续聊天。那个威尔士人说，他和他的儿子们昨晚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拿着灯笼检查那个门和附近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血。他们没有找到血，但是他们找到了一包东西。什么东西？哈克大声问。哈克问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快，脸色也变白了。他睁大了眼睛，没有呼吸，等着回答。那个威尔士人吓了一跳，也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是小偷用的工具。你怎么了？哈克靠在椅子上，喘着气，但是心里很高兴。那个威尔士人好奇地看着他，最后说：是的，是小偷的工具。这好像让你放心了。但是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以为我们会找到什么？哈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个老人一直看着他，他很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回答，他什么也想不出来。那个老人的目光越来越深，他想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回答，他来不及想清楚，就说了出来：也许是书。哈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但是那个老人大声笑了出来，他的身体都在颤抖。最后他说，这样的笑比钱还好，因为它可以减少看病的次数。然后他说，可怜的孩子，你脸色不好，也很累，你可能生病了，难怪你说话不清楚。休息和睡觉会让你好起来的。哈克很生气，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让别人看出了他的紧张。他早就觉得从酒馆拿来的东西不是宝藏，因为他在那个寡妇的房子门口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只是觉得不是宝藏，但是他不能确定，所以听到抓到了一包东西，他就很紧张。但是总的来说，他很高兴，因为他现在可以确定他们拿的不是宝藏，这让他很安心，一切都很好。宝藏一定还在2号房间里，那些人很快就会被抓住，他和汤姆就可以很容易地拿到那些钱，不用担心被打扰。他们吃完早饭的时候，有人敲门。哈克跳起来要躲起来，因为他不想和晚上发生的事情有任何关系。那个威尔士人打开门，看到很多先生和女士，其中有道格拉斯寡妇。他还看到一些人上山去看那个门，说明消息已经传开了。那个威尔士人不得不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的客人。那个寡妇一直感谢救他的人。夫人，不要再说了。还有一个人，你应该感谢他，但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如果不是他，
我们也不会在那里。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超过了对主要事件的兴趣。但是那个威尔士人没有说出他的秘密。当他们知道所有的事情后，那个寡妇说：“我在床上看书的时候睡着了，一直睡到你们吵闹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叫醒我？”我们觉得没有必要，那些人不太可能再回来，他们的工具都没了。叫醒你，让你害怕，有什么用呢？我的3个黑人整晚都在守着房子。他们现在回来了，来了更多的客人，他们又讲了2个小时的故事。假期里没有主日学校，但是大家都早早的去了教堂。大家都在讨论晚上发生的事情。大家知道还没有找到坏人。讲道结束后，法官走到哈珀太太身边，他正从人群中走出来。我的贝基要睡一整天吗？他说，我想他一定很累。你的贝基？是的，法官担心地说，他昨晚没有在你家吗？没有，先生。法官的妻子脸色苍白，倒在长椅上。波莉姨妈正在和她的一个朋友说话。早上好，女士们，她说，我的一个孩子不见了。我想他可能在你们家睡觉，然后害怕来教堂。我会好好教训他的。撒切尔太太摇了摇头，脸色更苍白了。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哈珀太太不安地说。波莉姨妈的脸上充满了担心。乔哈珀，你今天早上看到我的汤姆了吗？乔想了想，但是他不确定他是否看到了他。出来的人都停了下来，大家开始小声说话，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担心。大家问孩子们和老师，大家都说他们没有注意到汤姆和贝基是否在回来的船上。晚上很黑，没有人想到要看看有没有人不见了。一个男孩说他担心他们还在山洞里。贝基的妈妈晕倒了，波莉姨妈哭了起来。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不到5分钟，钟声就响了起来，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到了街上。卡迪夫山的事情变得不重要了，没有人再想起那些坏人。大家都准备了马、船，还有轮船。不到半个小时，200个人就去了山洞。下午的时候，这个城市好像没有人一样，很安静。很多邻居去看波莉姨妈和撒切尔太太，安慰他们，和他们一起哭。这比说话更有用。整个城市都在等待消息，但是唯一的消息是需要更多的蜡烛和食物。撒切尔太太和波莉姨妈快疯了。法官从山洞里给他们送消息，鼓励他们，但是没有什么希望。那个威尔士老人早上回家了，他身上都是泥和蜡烛油，很累。他看到哈克还在床上，发着烧，医生都在山洞里，所以道格拉斯寡妇来照顾他。我不知道他好不好，他说，但是他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不能放弃他。那个威尔士人说他有很多优点。那个寡妇回答说，当然，这是上帝的标志，他总是会留下这个标志，他会在每个生物身上留下这个标志。下午的时候，一些人回到了城市，但是更多的人还在寻找。大家知道他们在山洞里很远的地方寻找，那些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每个地方都很仔细地检查过。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灯光在移动，枪声在回响。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找到了汤姆和贝基的名字，是用烟写在石头上的。不远处有一块沾着蜡烛油的布。撒切尔太太哭着认出了那块布，她说这是她女儿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品，也是最珍贵的纪念品，因为这是她在去世前留下的。据说他们有时候会看到山洞里有微弱的光，然后大家会跑过去，但是发现不是孩子们，只是其他人在寻找。3天3夜过去了，这个城市变得很安静，没有人有精力做任何事情。有人发现酒馆老板在酒馆里藏酒，但是大家都不感兴趣。哈克在清醒的时候问起酒馆的事情，
他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问他生病后，酒馆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是的，那个寡妇回答。哈克睁大了眼睛。什么？他们发现了什么？酒。他们关了酒馆。躺下。孩子，你吓我一跳。告诉我一件事，就一件，求求你。是汤姆·索亚发现的吗？那个寡妇哭了起来。别说话了，我告诉你不要说话了。你病得很重。哈克想，他们只找到了酒，如果是金子，一定会很热闹。所以，宝藏没有了，永远没有了。但是他为什么要哭呢？这很奇怪。哈克努力地想着这些事情，他很累，就睡着了。好了，可怜的孩子睡着了。要是汤姆·索亚能发现宝藏就好了，可惜没有人能找到他了，已经没有人有希望和精力继续寻找他了。